快走！快走！那畜生下了命令，杀了你我就得自刎，你活着我才能活。快走！走！秦师良，杀了他！吕公子来了，走。吕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弟兄，别靠近我！我的路阻绝了，你的还没有，快逃！我们一起走。你这么轻蔑，应该知道死一个比都死了好。我要托付什么，你也应该知道。弟兄，滚！吕公子。秦师良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这究竟是中了什么毒啊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走啊，走啊，云公子，快走啊，云公子！
你先别走，我再做个手环给你。大哥，不用了，你上回给我做的还留着呢。听大哥的话，武功再高也要小心点才行啊。哎，你们都要好好的活着。金大哥，那我等你回来。带路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禀报大小姐，从痕迹来看，夜闯大通号的人共有3人，应是燕三这叛徒从内部做的策应，妄图盗取账本。燕三，您认识此人？你接着说。啊，我等赶到时，燕三已经被杀死，我等便即刻追杀过去。未曾想到那刀客身手了得，前后约有20余人死于他的刀下。可曾验过，账本确实未曾调包？我等已仔细查验，现已全部销毁。上船逃走那人有何特征？30左右，书生模样，未曾见他出手，应该不会无功。此人可曾受伤？这倒没有，不过他颇有些逃命的本事。敢问大小姐要去何方？我去哪里，还需向你禀报？啊，并非此意，只是眼下发生了这番变故，大小姐为何不留在扬州，为我等主持大局呢？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南宫放的？南宫先生前几日来信说，若大小姐来了扬州，不妨多留几日。昨夜那名刀客名为金彪，号称扬州第1快刀，一单生意10两金，因此得名金10两。我一直未曾有机会与他分个高下，听闻他一人斩杀你们20有余，不知换成是我，能杀多少？
可人呢？我们到了码头之后，看见遍地都是血，连尸体全都被清理掉了。我们只在江岸寻得了这把刀鞘。云东家，丢了样东西，你最心爱的刀。虽然我只找到刀鞘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去哪儿可以还给你。你还丢了样东西，丢了自己的小命。我不知道该拿什么还给你。你还说过我心肠温热，我自己清楚，我心中只有一个利字。我贪生怕死，我完全不知你为何物。
在上。我云香，愿和你敬兄、敬彪、敬师良，在今日此时，一结金兰，从此生死相托，祸福相依，结为异姓兄弟。说了你多少次，还是这么婆婆妈妈。你我早如兄弟一般，何须这些过场？来，不用敲了，院内无人。洪王昨日上午便已离开南都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没有将名册交给他呢。你和柳大人来南都，究竟是为了查谁？柳大人要见你。你图我查的事儿有结果了？有劳柳大人。这段时间我也查到一些，当年浙东购地案的幕后之人，便是南宫放。许是南宫放所为，可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按照我追查的线索，此人背后，才是你真正的仇人。方明儒，督察院台监，返回老家途中遭盗匪杀害，全家无一幸免。钟景山，督察院台监，因勾结乱党获罪，一灭三族。范之属，督察院台监，因私结党羽、贪赃枉法获罪，一灭三族。全是督察院的言管。李波，去除中间那几个，你只需知道，我一共查到了8人，他们皆遭了灭门的惨案。继续。骆思忠，督察院台监，天庆26年之事，返回老家浙东骆家庄。同年秋，因骆家庄村民勾结海寇，祸乱海防，由南都镇抚司衙门出兵剿猎。经查，证据确凿，封党结案。骆思忠，算起来应是你的族叔祖。可还记得，那些台谏官皆遭了灭门惨案。我想找到他们的共通之处，结果发现这一切可追溯至天庆21年。大人，您当真要与他说这些吗？我想柳大人接下来要与我谈的，便是第3桩交易了吧？既已猜到此处，那不妨再猜猜，这第3桩交易是什么？你们此番来到南都，并不是查水鬼劫营案那么简单。何以简单？七公，
哎，以父王的实力，想要对付一个南宫放，可以有很多手段。为什么偏偏选择我？是我自己太过于复仇心切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父王为何不找柳大人？毕竟你是他养了10年的门客。放肆！如此看来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忌惮你们。而你们此行南都真正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查父王。好你个公子香啊！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何要查他？能惊动你们内卫出手的，只可能是社稷大事。那如何才算社稷大事？谋逆。这2个字决定了多少人的生死，从你口中说出，却如此风轻云淡。按照惯例，亲王不得执政，福王却是少有例外。想当年，福王励精图治，亲力推行改革之道，也一度曾受到圣上重用。只可惜过犹不及，福王拟定的新政太过激进，在朝中树敌太多。天庆21年，督察院8位台谏牵头，联合百官联名上奏，细数福王过错，才有了后来的封地扬州，再也不愿朝他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为何当初柳大人跟我说，这第3桩交易会让我生死混命。眼下兵权早已在福王的手中。不仅扬州、南都半数官员都与他勾结，他已掌握了江南、江北2座奸城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朝廷自然不能容他作乱，可一旦刀兵一起，战火连连，受苦最多的还是百姓人家。所以你要与我联手，是为了想借助云台之力？我只想尽力多些作为，将动乱扼杀于萌芽之中。你们云台不也是以护卫苍生为己任吗？要与云台为盟，那不知柳大人对于福王了解有几分？至多5分，至多1分。如此才好，说明选择与你盟洽是明智之举。还请云公子知无不言。南宫放名下产业少说有近100处，要想一夜之间办完2000人，只怕太少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诸位叔伯不必拘礼，今日为何聚得如此齐整？大小姐来的正是时候，赶上了天大的好事。咱们受制于南宫放这么多年，总算有出头之日了。是元杰带回了南宫放的产业名册。大小姐，你是如何知晓的？无论阁主下了什么命令，还请诸位叔伯稍等我片刻，待我前去商议，再听令不迟。谢过诸位。事急则缓，道理不假。可元杰拿到名册，却是我们铲除南宫放的良机，为何还要再等？怕是没什么新奇说法。姐，抛下你那些私心，说说我这回究竟做得如何？阿娘，女儿无能，虽时刻跟随南宫放，却未能窥得他的私心，只觉得他近日言行太过反常，必定藏了祸心。若我们顺势而为，恐怕会落入他的圈套。阿娘有所不知，孩儿为保这份名册不落入他人之手，不得已杀了金石两和云香。此2人，一个是阿姐的好友，一个是阿姐的挚爱。想必阿姐此时是心痛不已，索性坏我大计。愚蠢至极。
你说你谋事周全，你确定他们2人都死了吗？自然，我用噬心散从未失手。可我去码头收尸，并未寻得云香踪影。后来听说他已坐船逃回了南都。阿娘，云香素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想必对那账簿也记得分明。凌渊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还请阿娘谨慎定夺。若云香还活着，那便更快动手。原本我还犹豫，究竟是直接抢夺南宫放资产，还是在阁中培养商道之才，渐次接收他名下产业。阿娘，欲成大事，不可思前顾后。云台已得悉南宫放产业明细，断不会无所作为。迟则生变。以如今局势来说，就看谁动手更快。娘，孩儿愿亲赴南都，杀了云香，再收了南宫放名下产业，为我阁中永绝后患。你根本不是云香的对手。好了，阿娘，此番已有10几位舵主和他们麾下精锐，不必让元杰冒险了。阿娘，我好，别说了，你不能去。公子可需要退暑热的方子？眼下还未到消暑。君儿多难，妻儿不愧。留一副药，公子心里踏实些。要我即刻返回总坛。门主之命既已传达，我就先行一步了。哎，前辈，前几日门主才击召莫爷回去，如今又有郎宁亲自跑一趟，是不是上次把我给遗漏了？门主上回只命我召回莫不凡和康桥，并未提及云公子。那为何单单多留我几日啊？门主之命岂是你我可以揣度的？云香，即便你是门主最得意的亲传弟子，也不可恃宠而骄，坏了门规。云兄，你找我们？往日云兄最烦这帮赌客，怎么今日看得那么入神？云东讲，他不是在看热闹。我只是突然想起来，好几次我都是站在这里，看着金兄跟他在吵架斗嘴。那时的苏公子还在苦苦追求梦兰姑娘。彼时的热闹喧哗令我不堪其扰，可不知从何时，我竟开始贪恋起这烟火气。我曾以为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，可是到头来，偌大的南都城，只有这吵吵闹闹的连生坊能让我觉得还有一丝活气。眼前虽热闹依旧，却已是物是人非，支离破碎。云兄，
至少我跟孟兰还在。随我来。云兄，你这是要走吗？还记得当日我们一同排下连胜坊，可是悉心打理的一直都是你们。今日我就把这份资产转给你，免得我心中有愧。你去哪儿？还回来吗？唐家老号，我也有30%的地产，也一同转给你。有了这2份资产，按金兄的话说，够积善堂开销100余年了。云东家，金大哥曾经与我说过，想要你亲自教育积善堂的那些孩子。我哪还有脸面对天湖跟那群孩子？日后积善堂就托付给2位了，你们比我靠得住。接下来我还有一些话，我希望你们2位可以牢记在心。我处心积虑接触你们苏家，是因为我初入南都城时毫无依靠，所以我只能装出一副友善的模样。但是转过头去，我便火烧御风仓，诱使曹邦与你们苏家一决生死。待到你们醒悟过来之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只能被迫与我联手。之后的所有交易，皆是我以利相诱，以害相逼。我与你们苏家人，既非师徒，更非朋友。过往种种，皆是利益。事实不是这样。事实不是这样的。所有的祸端，皆是因我而起。可眼下，我最可亲近的人，也只剩下你们了。只有和你们彻底的明晰界限，或许才可以护你们周全。但你们要记住，日后若有人要为难你们，一定要把我刚才那番话说给他听。2位，就此留步吧。云东家，你的那间房一直给你留着，常回来。明玉，你几番历练，成熟了不少，但却未见你有一丝世故。可掌柜至刚至柔，亦是奇女子。金兄成天把钱挂在嘴边，却将大义藏在心里。我曾自诩看透世间一切，以为熙熙攘攘皆是利益。谢谢你们，是你们让我明白了，这世间最珍贵的，莫过于情义2字。之前种种，云香抱愧已久。云兄，不必如此。保重。云兄，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？世事莫测，
我希望我们再重逢之时，纷争已止，天下太平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到时天下还未太平，你我并肩携手，一起应对就是。二位前辈别来无恙啊！听说云公子功成归来，竟何呀？云某不才，不知何功之有。错，我看他分明就是来谢罪的。云某到底有何罪？前辈您但说无妨。云某下山短短数月，这门中似是发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。非也，山中岁月10年如一。然也，10年如一，瞬息可变。我这才刚离开几天啊，怎么发生那么多的变故？你这谋事周密，怎么也似我这般冲动啊？我还记得文老下山的时候，我跟他就是在这里作别的。他当时跟我说，若我执意复仇，必会给自己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。后来我连番涉险，每次都能平安度过，便让我们都掉以轻心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是南宫放。他故意让我们掉以轻心，大闹南都城。慢慢我们才开始有了骄纵之心。好手段呐！他这死里求生，败中求胜，那么阴厉的手法，像不像你小子？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我也，你来门中这几日，可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？我正要跟你说此事呢。如今门中安插在各州府的头面人物全部都被召回，如此兴师动众，难道只是为了公布门主的身份？重要的是公布身份以后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我问过几个相熟的师兄弟了，他们亦是觉得门主此番部署十分怪异。如此，莫也可有想过，门主究竟是何人？阁主，阁主，2000多精锐，全军覆没。全军覆没。
云台迷信。云台，您真是算无一策。不知寇家听闻此消息，会是何等惊愕之态？此事若换作我，定不会断出此次寇元杰迁回南都是为与云香联手，能利用这层关系，让他们对道丈布一事深信不疑，由此，寇岩才会将身边精锐尽数派出，再被我扬州守军用火器围剿。我分明告诉过你，不要为难云香。你的人呢？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。您请息怒，定是传令时出了纰漏，我这就回去查办。但愿是出了纰漏。现在布局已定，下一步该怎么做，不用我再说了吧？是。明珠啊，进来吧。来，坐。刚才的话听到了多少？爹，您是不是早就知道南宫放是林渊的人？不仅是知道，他加入凌渊，正是我授意的。明珠啊，这些年爹爹瞒了你许多事情，但是从现在起，我会慢慢跟你说清楚的。爹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来，过来。坐。我。觉得怎么样？倘若真有那么一天，爹爹要举事，你当如何？明珠啊，你也知道，这些年爹爹被召到北都多少回，陛下的心思我焉能不知？可是一直没有对你说，不是不能，而是不忍。陛下近来身体欠安，太子年幼，爹爹眼下已然成了朝廷最大的隐患。爹爹现在是朝廷的众矢之的，在劫难逃了。爹，我已经没有了阿娘，我不能再没有爹爹你了。正是因为爹爹答应过你娘，一定要护着你平安长大，这才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如今只有爹爹收了这疆土，成为一国之主，你才能继续安安稳稳、无忧无惧的生活。爹，你这哪是为了我啊？咱们可以丢了这些浮名，隐居山海，粗茶淡饭的日子咱们也能过。我只想让爹爹你好好活着。明珠，只有赢了才能活呀。眼下我们就是逃到天南海北，也是徒劳的。只有起事，尚有一条活路。如果按部就班，等太子登基，朝廷未绝后患，绝不会允许爹爹留有一丝血脉的。爹爹可以为此舍弃生命，可是又如何舍得下你呀？难道咱们
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身在皇族，身不由己啊。今天你还可以痛痛快快的流泪，可是以后就需要坚强了。玉门山长几千重山，北山南总是风。人已远说须看火马，他深山不见踪。春雨冥冥在你和我的心中。紧锁梁山心门，额头有天皱纹，那是心急如焚，怕风吹散缘分。人总和合纷纷，一生一次转身，从此这扇心门再不许人过问。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可怜9月初3。